妈妈，今天真的可以去安全区的游乐场吗？当然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妈妈把一整天都留给你。太好了，妈妈是最厉害的科学家，也是最好的妈妈。荣教授，安全区动态防御模型被联合政府毒血清的理论框架简直是神迹，有了这个，人类终于有了对抗湿毒的武器。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。荣教授，安全区外爆发大规模尸潮暴动，引起3号变异体起源爆发，突破了5道防护，所有自动防御系统已失效。启动最高级别封禁协议，所有人疏散，武装小队准备火力压制。上。顶住！不要吐！锁好门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妈妈，你也上来。妈妈不能走，妈妈走了，研究院里的人，还有整个城市的人就都完了。儿玉，快看我们的儿子！妈妈，今天真的可以去安全区游乐场吗？妈妈，妈妈！所有人向后撤，立刻！启动火种计划终极备份：伊甸园完整基因图表，人类未被污染的基因蓝图，防止被宇帝国威胁。活下去。计划执行者荣誉，确认启动最终方案。指令计时10秒。3、2、1，引爆！妈妈！没死，这双手不是我的。这就是荣家那位大小姐，在地下废墟生活了18年，2个月前才接回海城。听说一点规矩都不懂，生存考核倒数第一，荣老板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我穿越到了70年后，附身在了一个18岁的少女身上。那场大型尸潮之后，英宝
我的英宝还活着吗？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姐姐啊，今天季家季将军的物资队从沦陷区回来，这种大场面你没见过吧？我想着姐姐没吃过好东西，特意给姐姐带了食物来，你快尝尝。哎呀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把食物和垃圾袋子搞混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疯了！我这是从黑市花了1个月口粮换的防护服。如玉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妹妹？太过分了，简直是野人！就是，荣老板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？你们一群有教养的人，站在旁边看我被泼脏东西的时候不说话，现在倒是都站出来了，躲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，就不算恶心了。物资队回来了，季将军回来了，物资队回来了，快去，晚了就没有了。这是季将军第10次亲自带队去沦陷区了，听说这次带回了大量稀有物资。季家不愧是咱们安全区的顶梁柱，5人一回，季家占了2席，老爷子更是末世灯塔，没有季家，人类早就完了。听说季老爷子掌握着伊甸园基因库，全安全区的抗毒血清都靠那个基因库维持生产，季家就是人类的命脉啊！季将军又救了好多雇佣兵啊！季家真是大义呀！他的眼睛！这张脸、五官、轮廓和我的丈夫季思年好生相似。反应不错，手劲儿够大。在这种地方，能一招毙地的人不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和季顺英是什么关系？他直呼季老爷子名讳。这是荣家那个地下废墟来的女儿吧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季将军，我这个女儿在地下废墟长大，不懂事。您大人大量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你怎么敢直呼季将军祖父的名讳？快，给季将军道歉！祖父，季顺英是我的英宝，那眼前这个年轻人是我的重孙子。快道歉！季顺英还活着吗？我家老爷子身体康健，自然是好好活着。荣老板还真是养了个大胆的好女儿。季将军，这英宝活着，太好了。荣老板把人打晕了。我没有，他自己倒的。这具身体太弱了，看来我还需要时间适应。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也叫荣玉，在地下废墟生活了18年，生母早逝，父亲荣望天势利眼，继母和妹妹处处排挤他。原主的记忆里有一个东西能知晓万物，就是这个。7年前还只是应急通讯终端，现在已经成为人们通用的通讯工具了。科技进步是好事。
果然，70年后的科技已经能将这种老式终端接入全球信息网络了。季顺英。连太极的位置都一样，这就是我的英宝啊！怎么就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还不赶快准备准备，去作战生存学院报道！你知不知道，为了能让你进入若瑶的作战小队，我费了多大的功夫，你还拖拖拉拉的。爸，你别生气，姐姐是从地下回来的，没有家教很正常。我的作战小队可是后备科最优秀的，姐姐，你可不要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啊！啊，对了，姐姐，今天可是实战考核的日子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成天就知道惹祸，昨天还得罪了季家，咱们荣家在海城安全区还怎么混？现在我要换衣服了，请你出去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怎么回事？他那眼神好可怕，透露着跟他年龄完全不匹配的阅历和气势。今天是后备科的实战考核，内容是单人沦陷区生存。规则：在模拟沦陷区中存活最长时间者胜出，限时30分钟。考核成绩直接计入你们的学期总评，影响下个季度的家族资源配额。这次的模拟环境参数，我昨晚已经研究透了，后备科的第1名一定还是我。若瑶，你一直是后备科的实战第一，那个荣誉算什么？入学考核倒数第一，这一次一定是第一个被淘汰。模拟丧尸的行为模式，70年前，这些基础模型就是我带着团队建立的。虽然70年过去了，但底层的逻辑不会有太大变化。考核开始。这个模拟场的布局用的是蜂窝式标准配置，丧尸的巡逻路径有明显的盲区，在东北角的第3根柱子后面。若瑶，你在哪？我这边。别动，抬头。看到你左后方那辆翻倒的卡车了吗？驾驶室和货箱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缝隙，那是当前巡逻盲区的唯一入口。退进去，保持绝对安静。丧尸的听觉逻辑，然后自动切换搜索模式，到时候他们会离开这个区域。前排名第一。受伤，战力下降30%。可恶！检测到战场态势异常，正在重新评估存活学员表现。47，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在战斗，他是在计算，每一步都提前了0.3秒。那个，刚才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指的那条路，我可能5分钟就被淘汰了。不用谢，
顺手。你到底用了什么作弊手段？作弊？就这些丧尸还需要作弊？等着，理论考试我一定会让你原形毕露。还是看纸质的舒服。这道题是关于变异病毒基因序列的推导，难度极高，涉及3个不常用的变异参数，连高年级学生都不一定能做出来。这是附加题，做出来的同学可以加10分，不限时间，谁先做出来谁就举手。老师，正确的完整推导。框架没错，但你代入的第3个变异参数符号带反了，正负号一错，整个推导就全错了。表面上看很复杂很专业，实际上方向是反的。荣誉说的对，周瑶，你的第3步将德塔参数的正负号弄反了，这道题的陷阱就在这里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；你做错了，也不代表你的框架有问题。只是你太想赢了，反而忘了最基础的东西。看来还是转去作战课比较适合我，这里的东西太无聊了。小马来了，快快让开！季州野要不要飞行器了？怎么样，哥帅吧？野哥牛啊，这操控谁能比？那当然，这学院里玩飞行器，我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1。把书捡起来。你谁啊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敢教我们野哥做事，你活腻了吧？我再说一遍，捡起来。我要是不捡呢？当年我可是上沦陷区前线的。我被一个女生放倒了。野哥，不能放过她，这丫头太狂了。呀，疼！这扫把怎么打人这么疼？垃圾已清扫，清洁度98%。还有你！别打了！飙飞行器不看路，你当这是你家后花园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前辈们当年建的预备学院，不是让你们来当螃蟹的。螃蟹，就是横着走的意思吧？一个个穿得破铜烂铁，防护服不好好穿，非要剪几个洞，一打就碎。姑奶奶别打了，我姐还不行吗？什么年代了，还拿纸质书？姐，您的书都捡齐了，一页不少。一天到晚不知道好好学习。不对，我为什么要新学？我凭什么被他训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老土啊？跟个老干部似的。替你们爸妈教训教训你们。我没有爸妈。那你爸妈可真是幸运，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子，他们也得被你气死。你，警告！变异体出逃，请全体师生立即做好防护，就近进入避难所。3级泄漏，那不是实验室最底层的。快过来了！快跑啊！该死！
我走。警告：核心损。紧急关注：纪氏家族现任家主纪树英于今日15时30分离开蔚蓝基地，正返回海城安全区。这是纪家主近3年来首次离开蔚蓝基地。英宝回来了。据悉，纪树英此次系身体状况恶化。去芙蓉庄园，最快速度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位于芙蓉庄园门口，纪氏家族家主纪顺英先生即将抵达。这是纪老3年以来首次回到海城。纪家作为人类末世100年来的支柱家族，纪家在联合5人议会中占据2席。纪顺英先生本人更是被誉为末世灯塔，他所掌握的伊甸园基因库是全人类抗毒血清的唯一来源。纪家5代人对安全区的贡献无人能及，纪老本人更是从8岁起就参与前线物资调配，堪称传奇。可以说，没有纪家就没有今天的人类安全区。芙蓉庄园，这里是当年我结婚时纪家精心准备的婚房。来了，纪老回来了。纪将军能说2句吗？如果纪老出现意外，那困扰联盟几十年的火种计划是否会自此永无开返的可能？会不会给现在的人类生存基地带来致命打击？请问纪老的身体状况是否会影响伊甸园基因库的运转？让开，都让开，不要影响医疗队。英宝。谁在叫我的乳名？设成你和英宝的生日吧，这样就算过100年，你也不会忘。100年、4年，你说对了，70年了，这个密码还是没变，我也一天都没忘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从后门走进来的。你是那天在城门的荣家大小姐？荣誉，纪将军好记性。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，请回去。听说纪老爷子病重，特意登门看望。不方便，请回吧。纪将军，你祖父纪顺英身上是不是一直贴身佩戴着一块半透明的芯片吊坠？那块芯片表面看来无法启动，但它从未离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祖父那块芯片是无法启动的，对吧？因为它只是一半，另一半只有我知道。你到底是谁？那块芯片是70年前纪家先辈的遗物，是我们纪家机密。带我去见你祖父，等他醒来你就知道了。现在我能进去了吗？这边请荣小姐。那块芯片本来就是我设计的，一半放在英宝身上，一个在我身上。当年我去世时已经炸毁，只有我能将它复原。难道是老爷子告诉他的？他跟老爷子是什么关系？妈妈，这朵最好看的花送给你。嘿嘿。英宝真乖。荣小姐这边请。
英宝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虚弱了？那是我用实验室的防辐射面料缝的小熊。英宝，你留了70年。英宝，他怎么叫老爷子英宝？英宝，别怕，妈妈来了。将军，荣小姐的资料已经查清了。荣家是80年前才从北京废墟迁到海城基地的，做物资倒卖起家，与季家基本没有过交集。荣玉的生母是地下废墟出身，在荣家没有什么地位。荣玉本人在地下废墟生活了18年，2个月前才被接回海城。无论是荣家的生意往来，还是他生母那边，与季家都没有任何联系。你说的那块芯片，联合政府和季家寻找了70年，你怎么会知道？等老爷子醒来，2块芯片合一，一切都会有答案。你为什么对季家的事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有很多事情需要确认，老爷子醒来之前，我会每天这个时间过来。你加一下我的终端联系方式。荣小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说什么我们大少爷就会做什么吗？添加成功了。这，将军，我伺候了季家30年，大少爷从来没有对谁这么听话过。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于管家，帮我开一下庄园门。是，荣小姐，我这就去办。我为什么要听她的？记得给我发季顺英的病情报告。荣小姐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这块芯片是假的，荣家承担不起后果。我知道，小阿渊，明天见。小阿渊，我被一个小女孩叫小，但我怎么感觉她就该这么叫？小阿渊，他叫将军小阿渊，将军居然没发火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啊！安静，安静一下，同学们，这是从后备科转来的荣誉同学，从今天起他就在我们班学习了。大家欢迎新同学。怎么是他？野哥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入学考核最后1名，从后备科转来，只能进咱们这成绩最差的班了。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荣誉同学，那里有空位，你暂时先坐那里吧。这节课是基因实验课。这些仪器倒是有点意思。我说，你之前故意引起我的注意，现在又转来我们班，说吧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根据学院规定，所有省班学生都要编入现有的生存小队。荣誉同学，你被编入了第7生存小队。等等，裴老师，第7小队是我带的，凭什么把个后备科的塞我这儿？这是学院的决定。我们第7小队虽然成绩差，但也不是垃圾收容站。冀州野，这是学院规定。规定？我现在让你滚出教室也是规定。你。啊！你说谁是垃圾？如果你不愿意，现在就滚出教室。我正好也困了，睡会睡会。野哥，你闭嘴！你看到，他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连试管都掰了。这女人爱藏我。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这荣誉怎么一下课人就不见了？于管家，帮我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饭，我想在这儿多陪陪英宝。是，荣小姐。我怎么不知不觉就听她的话了？怎么感觉她本来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？荣小姐，我送您回家吧，天色晚了，外面不安全。不用，我想去联邦典籍馆看看近些年的资料文献。那荣小姐路上小心。这位荣小姐怎么每次来庄园
都像是回自己家一样姿势。荣玉，他怎么从这里出来了？他果然是对我有意思，先是转到我们班，现在又跟踪我到我家门口。哼，女人，小少爷有什么开心事吗？你不懂，这是情债。哼，我跟你们说，荣玉就是暗恋我。野哥，真的假的？他暗恋你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们动动脑子行不行？第一次，他故意拦我让我捡书，让我注意到他，还在变异体面前保护了我。第二次，他转来我们班，还偏偏坐我旁边，那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？女人嘛，越是在意你，越要折腾你。野哥高见，野哥不愧是野哥，这都看出来了。那野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报复他的好主意，追求他。让他爱我爱得死心塌地，然后狠狠甩了他。哇，高，实在是高！野哥这招杀人诛心啊！到时候荣玉一定哭得死去活来。等着瞧吧。荣玉，今天下课有时间吗？野哥带你坐我的飞行器兜兜风。没空。别这么高冷了。野哥是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，好心带你玩玩。没工夫陪你玩，有什么事说。看不出来吗？我在追你。你脑子上次被我打傻了。行了，你就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其实你暗恋我很久了，别不好意思。啊！野哥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脑震荡？你干什么？帮你醒脑，省得你大早上就发疯。您有一条新消息，发件人大哥。啊，季芷渊，是你大哥？你认识我大哥？这也是季家子孙，季家世代中有，英才辈出，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不着调的？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在学校别提起我是季家人啊！我大哥不让我在学校说。这么盯着我看，是不是爱我爱的要死？滚，离我远点！看到你就眼疼。你大哥季芷渊也算是一表人才，怎么你就长成了这副歪瓜裂枣的样子？哎呦我！荣玉，裴老师找你，让你现在去办公室。哟，不会是上次月考核考了最后1名，要被骂了吧？荣玉同学，节哀顺变啊！哼，下手真狠，迟早甩了你。野哥，你还追不追荣玉了？追？为什么不追？我说到做到。可是他好像挺厉害的。厉害又怎么了？我冀州也看上的女人，还没有追不到的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当众向她表白。野哥，玩这么大，然后我再立马拒绝她，让她成为全校最大的笑话。高，野哥这招绝了，到时候全校都知道荣玉被野哥当众甩了。走，安排。荣玉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哇！在一起！他凭什么？一定是因为荣玉长得像我，冀州也退而求其次罢了。荣玉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小月，不要乱叫季叔叔爸爸，叫叔叔比叫爸爸更好，让他觉得我懂事知分寸，反而会让他主动亲近。太容易得到的，男人不会珍惜。没事，
小孩子嘛，想怎么教就怎么教。将军对我们母女有救命之恩，不能失了分寸。将军，荣小姐来了。怎么的，荣小姐来了？荣小姐说想来训练场的资料室看看，查阅一些前纪元的资料。好，那你带她去吧。资料室，连我这个后备科秘书都没有资格进入，这个女孩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进去？老爷子给芷渊安排了季家媳妇儿，我努力了这么长时间，从后备科一路走到芷渊的秘书，连小月都叫他爸爸了，怎么能让别人捷足先登？你给我等着！那个算法是70年前季家先所亲手建立的，他用它奠定了整个安全区的防御体系。你说他的算法有问题？那个矩阵耦合参数设错了。你们这个武器研发数据能给我看一下吗？这是季氏军队最高机密，外人没有资格。给他看。最高机密，季芷渊怎么会给一个外人看？能量衰减模型，用的是第7版。你们的问题出在这里，引用了第7版的能量衰减模型，而在前纪元已经用第9版了。这两个版本在常规环境下差异很小，但一旦进入极端能量压力场景，比如你们这个武器，耦合常数偏差了0.0001，平时看不出来，但用在能量矩阵的第3层和第5层就是致命伤，相位差会累积放大，最终导致能量输出崩塌。现在输出功率能提升到预期值的130%。这将军，他说的完全正确。我们一直用第7版。第9版能量衰减模型，季家的机密档案库里都没有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前纪元的基础理论，多看看书就知道了。荣小姐，麻烦你跟研究员一起去实验室，现场指导修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这里相位偏移0.3，这里能量回路的反馈延迟缩短到0.02秒，还有这里基础算法不需要改，你们之前的调用方式错了。稳定了，能量输出达到预期的138%，比荣小姐估计的还高，直接提升4到5倍。荣小姐，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现在带人先去实验场实地测试这个武器，如果成功，你帮了季家一个大忙。好。他凭什么？荣小姐，芷渊要忙测试的事，我带你去休息室等吧。好。荣小姐，看资料辛苦，喝杯茶吧。谢谢。荣小姐懂得这些，我一个秘书连看都看不懂，您真是厉害。荣阿姨好厉害！越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
越会让男人觉得不舒服。季芷渊需要的是一个懂得示弱、懂得仰望他的人。男人啊，不会喜欢被女人压一头的。荣小姐在里面。荣小姐在查资料，我给她倒了杯茶。荣小姐真是厉害。不懂，将军身边有这样的人才，有荣小姐这样能干的人在，将军也能轻松些。蓝秘书，你也很能干。我哪里比得上荣小姐？我也就是端茶倒水，做些杂事罢了。季叔叔，妈妈每天都很晚才睡觉，她说要把工作做好，不能给季叔叔添麻烦。小月，别乱说。试炼结果如何？效果特别好，比预想的还要好，武器系统完全稳定，火力输出提升到了原来的5倍。那就好，我现在要回芙蓉庄园了。正好，我也要回去，我跟你一块走。芷渊，那你回家好好休息。小月，跟季叔叔说再见。季叔叔再见，小月会。英宝，今天妈妈去看了季家的军队训练营，你的孙子季芷渊长得有几分像思年，还有你那个季周野，那孩子跟你小时候一样淘气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小时候最喜欢听妈妈唱那首民谣，每次妈妈从实验室回来，你都缠着我。走到秋天，叶乱飘，叶落尽，只剩大溪枝条。想当日绿茵茵。英宝，妈妈明天再来看你。这首歌，谁在唱？皇宫，这么晚还没下班？蓝秘书，还不是那个荣誉，今天在实验室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说我20年的研究方法是原始人的土办法，将军还对他言听计从。荣小姐确实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不过她能力强，将军看中她也是应该的。能力强就可以羞辱人吗？我熬了20年，她一个毛丫头。皇宫，你的能力大家还是认可的。听说那些原料丢了事小，万一出事就麻烦了。我去送文件了，皇宫早点休息。外人进进出出，一事出事。对呀，如果实验室出了事又有人能背锅，我不就能让那个荣誉吃点教训？荣誉，你不是爱出风头吗？这次让你出个够！怎么回事？将军，爆炸，核心数据存储器和大部分研发资料全毁了。全毁了？什么意思？天哪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中午去吃饭，关实验室门的时候，荣小姐来了，说是要用实验室，我就让她进去了。我回来后一开门，里面就爆炸了。荣小姐年龄还小，偶尔犯一点错也正常。芷渊，你别太生气了。
他确实帮了季家很多，但从一开始，他一个外人随意进出季家核心区域，就没有严格限制。我是不是不该让他进季家研究室？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，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禁止荣誉出入军部与实验室。荣小姐，是发生爆炸，重要数据被摧毁。监控显示，今天中午11点40分，你从核心区域实验室出来后，就再没人进入过实验室。我有理由怀疑这次爆炸与你有关。那在我之前在实验室的人呢？荣小姐，你确实很有能力，帮了季家很多，但你终究不属于季家人，我不能不考虑，你是不是并不适合接触季家的核心机密？季芷渊，你连基本的调查都没有做完，就凭一段走廊的监控和一个人的一面之词来质问我。核心区域内部监控呢？你有没有查过王宫这几天的行踪？爆炸发生前，有没有其他人进入过核心区域？你什么都还没调查清楚，就先来问我的罪，季芷渊，你确实不适合当季家下一任家主。荣小姐，请你注意你的言辞，季家的事轮不到你来评头论足，请你离开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我爷爷这边有季家的人照顾，不劳荣小姐费心。爷爷，爷爷，医生，快叫医生！季将军，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各项指标都在好转，身体状况基本已经稳定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爷爷，您刚醒，身体还虚弱，先好好休息。我在昏迷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在我旁边唱歌。堤边流到秋天，叶乱飘，叶落尽，只剩淡。那首歌是《秋流》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民谣。老爷子，您说的应该是荣誉小姐。这些天她每天晚上都来陪您，跟您说话，给您唱歌。荣誉，荣誉，这个名字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刚才被我赶走了。混账！快把他找回来！现在，立刻！老爷子，您别急，我现在就去追荣小姐。不可能是妈妈，妈妈70年前就……但是这个名字，那首歌，就算是相似之人见一面也好。荣小姐，荣誉小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醒了。英宝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乳名？我是妈妈呀。英宝，这只小熊是妈妈第一次研制出防护布料的时候，用碎布头给你缝的。那天你抱着小熊在实验室门口等了我3个小时，就为了跟我说一声妈妈辛苦了。这只小熊早就成文物了，联合政府的博物馆里有它的复制品，全基地的人都知道它的来历。知道这些并不难。英宝，你还记得松果吗？那是你6岁的时候，它是你第一次自己救助的小动物，你给它取名叫松果，每天给它喂食换药，你照顾了它整整2个月，但它最后还是去世了。那天晚上你哭了一整夜，妈妈抱着你跟你说英宝不哭，
妈妈以后不会再让你受离别之苦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这些事你都可以从档案里查到。小熊的故事，基地博物馆里都有，松果也是。你到底……这是研究，这里存着人类未被污染的基因蓝图，是所有人活下去的希望。妈妈，我会。了，一定可以。妈妈，妈妈的好英宝，你是妈妈最重要的人。妈妈，英宝，妈妈回来了，再也不会离开你。不是，爷爷，那个首饰是什么？爷爷，等等。这件事是不是有点离谱啊？闭嘴！再打扰我和妈妈说话，你就滚出去！妈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您当年明明已经……当年我确实以为自己死了。妈妈！但是我睁开了眼睛。发现穿到一个18岁的女孩身体里，这个女孩也叫荣誉。我穿越了70年，到了新纪元。荣小姐，你不觉得你这个谎言很可笑吗？且不说这种事完全违背了科学常识，就算真有这种事，就凭你几句话，就能证明你是季家的太夫人了？闭嘴！这是你太奶奶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我妈妈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功德福报，老天才会让她再次重生。爷爷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可是这根本没有依据啊！我自己的妈妈，我还能不认识吗？英宝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护着妈妈。妈妈，不过经过我这些天的观察，阿渊这孩子性子太倔，又容易被人带偏，大概没有能力继承这季家下一任家主的位置。妈妈说的对，没事，季家不止他一个子孙，改天我把那几个臭小子都叫过来，下一任家主由您来定。季家下一任家主由他来定，爷爷这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不过阿渊。实验数据被摧毁的事，这多乖啊！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今天晚上回去需要喝一杯，不，喝一桶。阿渊啊，去把东厢那间朝阳的卧室收拾出来。爷爷，那是您的书房旁边那间？对，那间房一直是空着的，那是你太奶奶以前的房间。那间房，爷爷一直不让任何人进去。我小时候以为是什么禁地，原来……妈妈，你以后就还在那间房间住下吧。好。太奶奶。是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就是看看妈妈还在不在。我怕妈妈再突然消失了。不会消失了，妈妈答应过你的，再也不会离开你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走吧，去吃早饭。妈妈，我让于管家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糕。于管家，老爷子，您说，从今天起要像对待我一样去对待荣誉小姐，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什么？如果我与荣小姐的意见相悖，一切以荣小姐为主，记住了吗？是，老爷子，记住了。这位荣小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妈妈，您坐这里。
给你太奶奶多放点糖，你太奶奶喜欢甜的。太奶奶，您的粥。太奶奶，将军叫她太奶奶，那她岂不是季家的太夫人？爷爷，我回来了。老爷子，是小少爷回来了。妈妈，是我的小孙子，他平时住在学院附近，不常来这里。那孩子性格活泼，讨人喜欢，妈妈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爷爷，我想。是不是来赔罪挽留我的？我告诉你，这是……爷爷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你太奶奶！什么太奶奶？她怎么可能？是我太奶奶，她是我太奶奶。我真不知道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爷爷，疼！敢对你太奶奶无礼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大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叫太奶奶。大哥，你们搞真的呀？这是你太奶奶。太奶奶，哥，你掐我一下。我刚才在学校跟他表白，被他用花手打了一顿。刚才回家路上，我还在想怎么报复他，结果现在他变成我太奶奶了。哥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？习惯就好。这怎么习惯啊？老爷子，朵朵小姐来了。朵朵来了呀！太爷爷好，爸爸好，小叔好，阿姨好。辈分乱了呀。没事，这样挺好。朵朵，来，到阿姨这边来。妈妈，朵朵是芷渊的女儿，她妈妈在生她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去世了。原来有女儿啊，我还以为你上赶着给别人当爹呢。这段我经常去军队工作，朵朵不适合去那种场所，我就给她安排了住宿型课程，平时住在学院那边，周末偶尔回来。住宿型课程，她多大？4岁半。那小月怎么就可以去军队？小月没有爸爸，缺乏安全感，需要人陪伴。蓝秘书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所以有时候会带着小月一起。对啊，哥，小月没有爸爸太可怜了。大哥，你赶紧跟学姐结婚，那样小月就有爸爸了。那朵朵也没有妈妈，就没有人为朵朵考虑吗？季家3代人守护人类安全区，连别人的孩子都考虑到了，自家的孩子反倒没人管。妈妈教训的是我忽略了季家子孙的感受。老爷，蓝秘书来了。季爷爷，听说您身体康复了，我特意带了些补品来看您，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太爷爷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小月可想你了。真乖，太爷爷也想你了。他怎么还在？季芷渊没有把他赶走吗？季老爷子就这么看重他，季芷渊到底在干什么？荣小姐，又见面了，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
那秘书，你坐阿渊旁边就行，他旁边不是谁都能坐的。好的，季爷爷。荣阿姨，我听妈妈说你是从废墟里回来的，废墟里是不是很可怕呀？小月，不许乱说话。荣小姐，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没事。荣小姐一个人从废墟里出来，能在学院站稳脚跟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听说你之前入学考核是倒数第一。哎呀，我说错话了，荣小姐别介意，我只是觉得你太不容易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荣小姐，你别多心，蓝秘书不是有意冒犯。将军，实验室爆炸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说，爆炸是研究员王海所为，他在核心区域安装了小型爆破装置，并提前破坏了区域内的监控设备。王海已对其行为供认不讳，动机是对荣小姐心怀不满，想嫁祸于她。另外，将军，被摧毁的核心数据，荣小姐在爆炸发生前3天加班到深夜，我们发现她在调参的同时，对核心数据做了完整的云端备份，所以所有数据都已经恢复了，没有任何损失。备份？她什么时候做的？这个荣誉心思怎么这么深？荣小姐，谢谢你，之前是我……不用谢。爸爸，小月想吃鱼。小月喜欢吃，爸爸来给你挑刺。爸爸，我也想吃鱼。多多，你长大了，要学会自己吃饭。朵朵应该比小月还小吧？来，朵朵，阿姨给你挑。这挑刺，给朵朵吃。好。他竟然敢这么跟季老爷子说话，季老爷子还真的听他的。这个荣誉到底是什么人？来，多多吃鱼，太爷爷给你挑好了，保证一根刺儿都没有了。谢谢太爷爷。阿元，下午你陪朵朵和荣小姐去生产区买东西，朵朵喜欢什么就跟你爸爸说，让他买给你。爸爸，可是你已经答应我要陪我去买限量版的娃娃了，那个只有今天发售。没事的，芷渊，你忙，我自己陪小月去就行。季爷爷，不好意思，小月月不懂事，我先带她走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改天我再来看你。蓝秘书慢走。蓝秘书包落下了，我去送一下，改天再陪太奶奶和朵朵。阿元这孩子太重情义，又分不清轻重，看来他确实不能担任季家下一任家主。妈妈，这是海城安全区的通用采购卡。黑金卡，这是海城安全区最高级别的采购卡，整个安全区一共只发行了不到20张，连大少爷都没有资格拥有。不管您需要什么，直接刷这些卡就行。好。太夫人就这么随手一放，那可是黑金卡呀，多少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一张。太奶奶，您看您这卡这么多也用不完，能不能给我一张？你1周的生活费还不够吗？那不是
刚买了个宝石嘛。宝石？你买宝石干什么？宝石？你买宝石干什么？就买了呗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！我让你倒反天罡，忤逆不孝。以后小野的生活费都由我来给好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小野，你也要在学院好好照顾你太奶奶。太奶奶走路你拎包，太奶奶坐下你拉椅，太奶奶渴了你倒水，太奶奶吃饭你夹菜盛汤。等等，爷爷，你说的这些不是仆人干的活吗？给你太奶奶当仆人，委屈你了。好。既然小野这么乖，那太奶奶再给您制定一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在学院课堂上睡觉一次扣1000生存币，说脏话一次扣2000生存币，作弊一次扣5000，飙车一次扣1万生存币。太奶奶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不听话的话，下个月生活费清零。不要啊！小少爷这是彻底被拿捏了。太奶奶，你慢点。太奶奶，这是爷爷让于管家给您准备的茶，您喜欢的桂花乌龙，我随时给您保温着。那是小爸。季周野，他什么时候这么快了？他是不是被什么人夺舍了？不过你们发现没有，荣誉最近气质越来越好了。刚来的时候看着就是个废墟出来的野丫头，现在怎么越看越有气场？是啊，走路带风，眼神都不一样了，真是比校花容若瑶还好看了。走吧。我季周野什么时候沦落到给人拎包的地步了？小野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太奶奶。我说今天的天气真好，适合学习。装腔作势，入学考核倒数第一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让季周野对他这么殷勤。就是，若瑶，你看他那副样子，还以为自己是谁呢。等过几天的学期考核，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，让所有人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第一。太奶奶，您请坐。野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好得很。可是你，闭嘴！什么规矩？在学院课堂上睡觉一次扣1000生存币，说脏话一次扣2000生存币，作弊一次扣5000，飙车一次扣1万生存币。太奶奶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野哥，你不睡了？睡觉扣1000啊？哦，小爸在学习。这个世界怎么了？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继续讲变异病毒的基因序列分析。我的生活费，我的宝石，我的人生。荣誉同学，
你来一下。太奶奶可千万别走远，我的生活费还捏在你手里呢。荣玉，1个月后有一个基因工程的竞赛，你要不要参加？老师，我要参加。可是1个月后，刚好是学校的学期考核。没关系，老师已经跟学校申请过了，你可以不参加这次的学期考核，直接去参加竞赛。太好了，谢谢老师。好好准备，这个竞赛的含金量很高，如果能拿到名次，对将来申请联合科研项目很有帮助。我会的。老爷、将军，蓝秘书和小月小姐来了。阿渊来了。爷爷，蓝秘书说上次贸然离席，心里过意不去，特意带了些水果来探望你。季爷爷，这是我们基地北区新到的水果，很新鲜，您尝尝。蓝秘书有心了，我收起来。荣小姐也在啊。蓝秘书，坐吧。季老爷子态度怎么突然变了？是不是因为那个荣誉？小月，你去找朵朵妹妹玩好不好？芷渊，让2个孩子一起玩吧。朵朵一个人在房间也无聊。爸爸，我想去找朵朵玩。你怎么有这么多新衣服、新鞋子？柔阿姨和爸爸给我买的。你看，这是柔阿姨给我买的，和你的那双一样。我们有一模一样的鞋子了。凭什么你有这么多？凭什么？小月，不要踩，衣服都脏了，坏掉了。妈妈、爸爸，我只是想看一下朵朵的新衣服，他就打我，我只是想看看。小月乖，妈妈在，不哭。芷渊，都怪我。小月，你怎么能在别人家哭闹？就算朵朵有错，你也要让着妹妹，不许不懂事。爸爸，我没有。是小月她。够了！朵朵，你打小月就算了，现在还学会推卸责任、说谎了。爸爸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芷渊，朵朵还小，小月让着朵朵是应该的，你别生气了。朵朵，过来，你必须好好教训你。住手！柔阿姨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朵朵乖，阿姨知道你没有。您不能这样惯着孩子，等他以后长大了，你就没有想过是你错怪了朵朵？凭什么你有这么多？凭什么？小月，不要踩，衣服都脏了，坏掉了。爸爸，我只是看到朵朵有这么多漂亮衣服，而我没有爸爸给我买。爸爸，我错了，爸爸你不要生气。芷渊，小月她只是……够了。你先带着小月离开吧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。
爷才5岁就有这样的心情，他倒地的那一下分明是故意摔到的。他说的那些话是谁教他的？蓝柔雪是不是他教小月的？朵朵乖，不哭了，阿姨在这里。朵朵，这些衣服脏了，阿姨可以再给你买。但是，如果你因为要保护这些可以再买的东西，自己却受了伤，那阿姨会伤心的。因为阿姨没有办法让这些伤快速从朵朵身上消失，所以，朵朵以后如果再遇到这些事情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不保护这些衣服，去找柔阿姨。朵朵真聪明。朵朵也可以找爸爸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朵朵。朵朵，是爸爸错了，爸爸不该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就冤枉你，爸爸不该不问清楚就打你，爸爸对不起你。朵朵，可以原谅爸爸吗？你要记住，我们也有不原谅他人的权利，不是别人道歉了，我们就一定要原谅。对，朵朵不原谅爸爸也没关系，爸爸会用实际行动表示，到时候朵朵看爸爸的表现，再决定原不原谅爸爸。好。妈妈，这是季家所有的财产清单，包括海城安全区的7处房产、3座物资仓库、4座独立研究所、2支军队的编制权，以及季家在联合5人议会中的席位继承权。爷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现在把这些都转移到您的名下。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妈妈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英宝平安快乐就好。英宝都78岁了，季家其他子孙现在也还不成气候，我怎么能让英宝一个人承担季家这么大的压力？好。爷爷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都要听太奶奶的了？不然呢？妈妈，我知道您在还原火种计划的另一盘芯片，这个是您当年留给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英宝，这是妈妈最重要的研究。这里存着人类未被污染的基因蓝图，是所有人活下去的希望。妈妈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科技允许了，一定可以改变人类命运。妈妈，我会的。妈妈的好英宝，你是妈妈最重要的人。英宝，妈妈，季家会倾尽全力帮助您完成火种计划。完成您的愿望，英宝放心，妈妈会让全人类再次走向光明。爷爷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都要听太奶奶的了？不然呢？妈妈，我知道您在还原火种计划的另一盘芯片，这个是您当年留给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英宝，这是妈妈最重要的研究。
这里存着人类未被污染的基因蓝图，是所有人活下去的希望。妈妈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科技允许了，一定可以改变人类命运。妈妈，我会的。妈妈的好音宝，你是妈妈最重要的人。音宝，妈妈，季家会倾尽全力帮助您完成火种计划，完成您的愿望。音宝放心，妈妈会让全人类再次走向光明。张健，你找我到底要干嘛？我过来告诉你个秘密。有屁快放！你抱的那条大腿，季芷渊已经不是季家继承人了。怎么可能？季老爷子把季家所有的房产、仓库、实验室、军队编制权，连5人会议席位继承权，全给了一个叫荣誉的小公主。不可能，他凭什么？你当初以为季芷渊没钱，于是跟了我，后来知道他是季家继承人，又跟我离婚去纠缠他。现在好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个荣誉不是季老爷子给季芷渊安排的未婚妻？这挑刺，给朵朵吃。好。季爷爷，新到的水果很新鲜，您尝尝。难道他是季老？明白了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是来跟你复合的。现在张家在海城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我大哥在联合政府物资部任职，我二哥掌管着北城区的武装巡逻队。张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商贩家族了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继续跟你过日子。你会这么好心？当然有条件。只要你帮我去偷一样东西，火种火种计划，那是季家的最高机密，你疯了！季家手里握着火种计划，就等于握着全人类的命。我们张家要是有了它，海城就不是季家一家独大了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张家有了它，就能取代季家，而我。第3层能量回路的反馈延迟还是高了，把这里的光纤通道换成量子纠缠链路，延迟能降到0.005秒以内。量子纠缠链路成本太高，整个安全区只有3组备用，用在武器系统上。武器系统的稳定性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能量反馈延迟超过阈值，整个矩阵会在0.3秒内崩溃，到时候损失的就不是3组量子链路，而是整个战场。好，我让人去调拨。进来。芷渊，没打扰你吧？上次小月不懂事，在庄园里闹了笑话，我今天特意带她来。你还有荣小姐道个。爸，小月知道错了，爸爸原谅小月吧。海远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
看来季芷渊对这个荣誉也不是言听计从的。刚才这句话分明就是在说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，荣誉你再怎么装也不过是个外人。小月给你带来礼物哦，在外面，爸爸陪我去拿好不好？小月为了这个礼物准备了很长时间，你就陪她去看看吧。好，爸爸最好了，快走快走。这个可以入侵光脑的最核心数据。好。爸爸，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巧克力。巧克力放桌上吧，我接下来要工作了，你先带着小月离开。好，那芷渊你忙，我们不打扰了。爸爸再见。哼，有了这个，张家就能替代季家，而我。